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徒弟王建平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直刀法当中的直、推、拉、炸、锯、滚6种方法，相当于是我们普通家庭里面都会用得上的。第一种刀法，分享一下什么叫直刀。直刀就是食材在菜板上面，刀拿在手里面是直上直下，这个叫直刀。一般我们直刀涉及切土豆片啊，这个叫直刀。这个土豆切一半就行了，然后直刀切土豆丝，当然也有的说这个是跳刀也可以啊。这一个方法呢，切东西比较快，直上直下，对刀工的要求不是特别高，很简单。这个刀法很常见，普通家庭、饭堂。酒店、餐厅都会用到这个刀法，这个叫做直刀切。再拿个土豆来，我们切第二种，分享第二种推切。什么叫做推切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刀，你理解这个动作可以理解为刺，对吧？平行拿在上面刺叫做推，往前面推。推切顾名思义，拿着刀往前面这样子往前面走。刚才直刀切的时候，它只用到了这一块。只用到了这一块的刀刃，你推切的话，它是捅出去拉回来，是整个刀的刀刃都用上了。所以直刀切的时候有更多的刀刃参与进来，所以就可以切得很薄，这是它的一个优点。你看推切，你看这个推切还有这个土豆丝，刚才是直上直下，那我们现在用推切的方式来，你看前后推切这个方法可以切出很细很细的丝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新手特别友好，这种推刀，我觉得推刀就是慢就是加工出来的东西比较精细。你看这个土豆丝比刚才看起来它就是每一根很分明，你看跟这个直刀切的很明显这个直刀切的它会粘在一起贴在一起，咱们这个的话要泡到水里面的话就非常的明显。所以呢，推刀就是加工精细。现在来分享第三种，拉切。先去头去尾，切开，很简单，就是往自己这边拉。拉的时候并不是说整个菜刀这样子去拉，而是用刀尖在这个食材上面拉。拉的时候我们身体往前面倾一点倾斜一点。拉的时候，看到没？你可以理解为滑。然后这个拉切的话，拉的时候注意这个方向其实拉切拉好了，一样是可以拉得很薄的。比如说有的食材特别长，你看有的食材特别长，你菜刀根本就你想把它切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片，你拉切子来嘛，我跟你说。比如说这个食材很长你想这样子切片，是不是不好切？对。那我们就采取拉切，从头拉到尾，对吧？往中间切开是吧？对。看到没？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拉切优势就出来了。这个菜刀明显没有茄子长，如果切片的话很难切，那不可能这里切刀，这里再接上一刀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拉切的方式去切这个茄子。拉切的方式呢，你看我们这里是有一点弯的我们从最圆的地方开始拉，看到没？拉它。茄子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厚一点，因为茄子拉薄了，炒出来就融掉了。拉切完了之后，不一定都要拉成丝也有的，它可以这样子给它片至于片的话，会在后面的科目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就叫做片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好，下一个刀法是锯切，来上材料。什么叫锯切呢？锯切的话就是像锯子一样来回拉着切下去，对吧？这种原材料呢，一般就是像这种肉比较韧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它比较韧，是切不下去的，你切不动，你这个根本就切不下去然后这个推切是可以切小的时候是可以推切，但是你切厚的东西，一刀推出去推不断，你还是得往后面拉。这个过程就叫做锯切。
我来给你示范一下哈。首先锯切，锯下去，啊，这个上面没有锯齿状，下去。切的时候，这个手要把这个食材按紧，没有按紧的话是肯定会有锯齿状的。把它按紧。你看我锯了很多刀，对吧？没有锯齿状。OK， 然后呢，把这个肉摆好，看到没？啊，切到厚的地方，看到没？肉没有到砧板之前，轻轻的给它往下面锯，轻轻的锯，看到没？当锯到快要断的时候，才用一点点力。我虽然用力很轻，但是每一根都切出来了，是吧？更省力一些，省力省刀啊，然后呢，效率也高。好了，现在跟大家分享第5个刀法——炸。什么叫做炸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四川话叫做讲嘎，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叫炸呢？炸的就是这个刀首先接触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 A 点的话，那这个地方就叫做 B 点。A 点先下，然后 B 点、AB 点交换下。炸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叫剁啊，就是变相的剁。这个为什么它不叫剁呢？是因为这个辣椒如果剁的话，来眼睛闭上啊，感受一下，感受到没？你看，就几刀飞得到处都是，所以这个刀法就被发明了出来，叫做炸。炸的话，它能够切到它，但是它不飞，看到没？它不会飞得到处都是，就是手按力，用力按在上面啊 ，A 点 B 点，对吧？这个叫做炸。特别是辣椒多了以后哈，辣椒多了以后不建议剁。为什么要用炸呢？就是这么个原理。这个就很简单，像这个小米辣呀。大蒜啊，你要弄得多的话，都以这个炸为主要首选，就不要剁。硬的东西，你看刚才试了一下，再试一下吧，眼睛闭上哈，对吧？要跑一半，可能你剁完了之后没有了。这个刀法就叫做炸，很简单哈，这个没有什么多的可讲。下面最后一个刀法分享，滚切。来，茄子，什么叫滚切？滚切顾名思义就是食材让它在菜板上面滚，边滚边切。来试一下，看着啊，滚的话，我们这个手就不是这样子按住它了，而是这样拿住它，这边顶住刀啊，这样子顶住这个刀，切一刀滚一下，切一刀滚一下，实验一下，切一刀滚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圆的中间再切一刀，然后又滚过来一点点，再在圆的地方再切下去，这样子你在每一次在这个圆的中间切下去的话，它就是出来的大小形状是一样的，它就能够保证这些切出来快，大小一致。这个你不相信，你可以拿秤称一下，你的角度是对的，然后从这个圆的地方切下去。它基本上能够保持一致。这几个刀法呢，大家自己回去练习，很简单，特别简单，也是最入门的，厨师手法最入门的刀工技法的其中6样10刀法当中的6样。6种，还有很多种刀法，还有很多种这个只是说老百姓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用得上的。好了，本期教学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